18剑阵起！苏景惠，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上，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，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，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。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邱叔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怡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邱叔。
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木下那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是你？你来了。谁带你进来的？朱影中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一直都忠诚于你，你不该怀疑他们。但是你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？他们忠诚于你，但不代表忠诚于大家长。若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应该也会想办法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吧。今日就到这儿吧，苏沐雨。你身边有很多惊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深夜，就当我求你，不要拉他。我差点都忘了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刚才差点被他给杀了。抱歉。不是说这朱巢严丝无缝吗？那他怎么能够轻易潜伏进来？应该是有内奸。神医放心，我会处理。方才你都看到了吧？鬼宗部还有3针引线。只看到了3针引线，没想到神医还会鬼宗部，那门功夫怎么了？还挺难练的。你难道就不想问我些什么吗？神医对我们暗河的了解，早就超过了常人的范畴。我想这其中，除了老妖王和大家长的渊源之外，定然还有其他故事。但这都与今日之事无关。我只需要确定一件事：什么事？神医确实是在努力寻找医治大家长的方法，对吗？是，我会竭尽全力治好大家长。那我也给神医一个承诺：从今日起，直到大家长痊愈，只要有我苏沐雨在，便不会有任何人伤得了你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你们暗河的话能信吗？听说你是无名者，那在进入暗河之前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吴建成。吴建成，就是那个号称用剑无敌，却一夜覆灭的剑之城。不是说城中所有人无一幸免吗？听说神医爱听故事，若有幸度过此次难关，我便和神医讲讲我的故事。头儿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座朱巢我来过几次，如何潜入其中，自然十分清楚。我倒是忘了。这里一共36处机关，就算是绝世高手来了，也很难生还，除非来的人对这里的构造无比清楚，比如我。可即便是我，有一处地方也是不得不经过的。哪儿？这里，这里是整座朱巢的阵线。躲开那36处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条，可每一条都必须要经过这里。昨夜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人，而你是负责把守这里的人。你当死！告诉我背叛的理由。头
比谁都清楚，大家长所种之毒无人能解，就算解了，他也活不了几年。他应该让位。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直接杀了大家长，取走灭龙剑，那一切就能提前结束了。我并非真的不会杀你。你护不住所有人的。该放他走的。你是暗河的魁，若论在暗河的地位，你比我高不知多少，不必对我行礼。叛逆朱营，是暗河最大的罪。可只有活着，才能治别人的罪，不是吗？以如今的情形，暗河大家长都能被三家合力追杀，那些规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我与你见过几次，也听说过你不少的传言。据说你在提魂殿中有一个称呼，叫三不接，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我在暗河待了一辈子，你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能和提魂殿提条件的人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有个说法。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只是他瞒了我很多年。是苏长河吧？送葬师苏长河，据说他的剑法不如你，但他送葬师的名号却比你执三鬼要使人闻风丧胆得多。你能有这个朋友，很不错。我知道，但暗河的人并不需要朋友，朋友只会使你握剑的手犹豫。苏沐雨，你一个靠一本残谱就能复原18剑阵的天才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。前辈何解？你想做一个好人，而身为刺客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好笑、最愚蠢的事情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无论你们俩谁活着出来，都能进苏家。可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一同出来，便是破了我们暗河的规矩，都要死。我知道。17号，杀了你身边这个人。我不会杀他。我们两个人都要活下去。好，好，危难关头，尚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你们还真的是一对好朋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刺客是不应该有朋友。可若我们都入了暗河，那便是家人。既是家人，
又怎能弃之不顾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快杀了我吧！别犯傻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若要动手，那我便杀了你。住手！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小子，你今日所做之事，是在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你们两个人，你觉得暗河值得为你们破一次规矩吗？值得。哦，我们二人在3年之内，定会成为这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刺客。整个暗河都将因我们而改变。好小子，你这话我记住了。白痴，剩下1天，我已经死了。规矩的存在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破了不少的规矩，但都是建立在破坏者的实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。我今日可以为你破一次规矩，并为你进行观醒之礼，但你须得向我证明你的实力。愿接大家长一剑。若死了，那走出鬼窟院的便只剩他一人，还请留住他的性命。若我还活着，还请大家长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很重情义啊，请大家长赐剑。好。你记好了，我赐的不仅仅是那一剑，也是你之后的命运。你愿意接受我的恩赐吗？多谢大家长。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我和他都要去苏家。好啊，从今以后，你俩就是我苏家的家人。还真让你这傻子给做到了。有些事情，我想尽力。临行前，我给过你手令，你可以调遣苏家所有的精锐，但好像你并不珍惜这个权利呀。就连苏哲，也是我替你派出来的。是川河不想让苏家与朱颖正面冲突，这样会坏了老爷子的名声，又会白白损坏苏家的精锐。不过方才我差点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回来了，所以老爷子，请相信我，10日之内必替你取回绵龙剑。
混账！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明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离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七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
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头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
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嫡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，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。
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，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年轻时托大，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幻术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术飞花！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沐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
且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奎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妖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要善些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啊，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之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奎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奎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陪你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奎大人。哼。
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二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女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，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，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，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。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影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影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重新统帅3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
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，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，那就是还比不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！哎，你嘴太笨了。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不接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做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！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斩离愁。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
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没想过来九霄城看一看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暗河的剑是凶器。更何况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才学的。大家长，你年轻时候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暗河中是一个禁忌。不过，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无妨。我姓穆，在成为大家长之前，我叫穆明策。穆明策。这便是所谓的朱隐巢穴。朱隐在北离和南绝都设有这样的巢穴，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做那归巢的支柱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来杀我？是谢家的人。丑妞，不必讲出来。大家长，既然他们敢动这个手，咱们就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，杀便是。穆家和谢家居然联手！他们竟然布下了天网阵！天网阵，别看！快住！丑牛，还没死。大家长，你不说这马车刀枪不入，机关无数吗？为何不用？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人？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请大家长恕属下身体不便，便不与您行礼了。痨病鬼，你这病深入骨髓，神仙都治不了。是啊，我注定是个将死之人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来见大家长，不怕大家长治我的罪。那么你到此是想与我说些什么呢？大家长坐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身受重伤，不如顺势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将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情交给正值壮年的人来做，难道不好吗？正值壮年，你说的是谢霸吗？我谢家家主这些年为了安和尽心尽力，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那若是我拒绝呢？这番话便是能冒犯了。